本节目由大夏后宫小主票选。大家好，我是夏特。日本的声优这种东西可算是国宝级的资产，什么一人分饰多角，各种无实物表演是驾轻就熟，简直就是动漫界最强大的怪物。但在配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声音时，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就此诞生了这些声优的罐头音效。怪物还是一如往常的怪物，但是有时候就是会觉得挺假的。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几种动漫中常见的音效，到底哪个是怪物，哪个就有点迷呢？日本的声优的生存环境其实很严苛的，详细情形在动漫《那就是声优》中提到了很多，其中更是有出现很多大牌声优真人演出，讲述菜鸟声优们遇到的困境。例如说，声优的薪资并不怎么高，除了那几个你耳熟能详的大牌之外，声优们一次得接很多个工作才能养活自己，从一般的动画配音到游戏配音、外国电影配音、广播节目，甚至是出道去当偶像，都是生活所迫。而本质的动画行业也是很残酷的，因为各种大人的因素，就算是大热作的续集，主角阵容的声优也有可能遭到撤换，让我往后在看动漫声优表的时候，都忍不住想着背后到底有多少的辛酸。而在录音方面，各种挑战也是层出不穷。由于在配音的时候，动画制作大概顶多只有个半成品，要看着这么一个东西入戏的，简直都是奥斯卡影帝。其中如果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声音，也多半必须要进行无实物的阿卡贝拉表演，例如说接吻的声音，大多都是这样配的。这时候就最考验声优的功力。而首先，声优最常见的罐头音效，大概就是吃东西的声音。作为日本人民俗骄傲的拉面，出现的频率是所有美食之冠。好多动漫的主角都好爱吃拉面，而角色们无论是吃凉面、汤面、乌龙面、荞麦面各种面，吃面的声音自然是跟其他食物不一样的。由于当然不太可能在录音室让你现吃配音，因此大部分声优都只能够给你空吃，所以我们会发现吃出来的效果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凭空变出这种吸面的声音是挺厉害的，但是总觉得有种很空的感觉。听久了就知道，这些一脸满足的角色们正津津有味的吃着空气，运气差点甚至可以听到吸的都是口水，简直吃了个寂寞。有些不是很重要的吃面剧情就算了，但要是遇上个美食番，吃面的频率太高或持续的时间太长，那股空虚的感觉总会包围着吃货观众们，缓缓划过脸庞的不再是垂涎的口水，而是心酸的两行清泪。而除了吃面之外，日本美食博大精深，在这大美食番时代，什么片都可以给你拍成美食番，自然各种吃东西的声音也是只多不少。光是 Fate 这个准美食番里吃过的食物，都够摆一桌满汉全席，有吃麻婆豆腐的，吃鱼的，吃牛排的，吃炸虾的，吃各种东西的。如果只是一般的吃，还是听起来挺美味的，感觉很适合置入哪家餐厅的广告。但是有些吃货就真的过分，为了凸显吃货的萌点，我们可怜的主角们被迫不停的吃。3个主角里面就有2个必须是大胃王，战斗都还没打几场，先把我方吃垮再说。大概是声优都吃空气吃到饱了，那股罐头味真是越吃越重。代表作就以死神中的女中豪杰叶一小姐吃了好几分钟的盖饭这段为首，大家就一起来品尝一下。真的有人觉得这像吃饭的声音吗？我听完都胀气了一整天。不管你原本是战斗片还是推理片，一吃几个东西，画风都会自动变形成这样的搞笑片。而另一种常见的罐头音效，也是跟吃东西有关的，那就是吞咽声。原本来说，吞东西的声音应该比吃东西容易发出来吧？但麻烦的就是我们正常吞东西的声音，事实上是很小的，说不定比较差的麦克风都录不到呢。这样怎样体现出那种狼吞虎咽，真的好好吃的感觉呢？因此，不知从何开始，动漫中的人物的消化器官构造似乎就跟我们这些电视机外的人类不同。当他们吞咽不管是液体、食物或者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是无论是喝啤酒、喝血、喝各种饮料，就有种奇怪的声。这是人类吞咽会发出的声音吗？我抱歉是吸血鬼才对，这是吸血鬼吞咽会发出的声音吗？虽然随着美食番的发展，声优们的表演方式一直进化。就拿 EVA 中最爱喝酒的梅里姐为例，她在 TV 版和新电影版中分别贡献了2场狂喝啤酒的戏码。旧版是这么喝的。而新版
也听出来新版的好像比较真，但换到比较古早的动漫，罐头味也同样古早，让人忍不住产生这些人是不是在做什么色色的事情的错觉。另外，哭声也是最畅销的一款罐头音效之一，尤其那种很常见的，几乎每部动漫都有的路边的小朋友的哭声，我们总会发现这些杂鱼小朋友们莫名有种跨越次元、贯穿不同片场的血缘关系。我不知道，但日本的小朋友真的会这样哭吗？是全世界的小孩都是天生戏精？这未免哭得有点假。当然，我们也知道小朋友的声优多半也都是40+50+的漂亮大姐姐了，因此这些动漫中的小朋友总是口齿过于清晰，哭起来更是中气十足、条理分明。真正的小朋友，我觉得哭起来应该是这个鬼样才是。而就算是大人的哭，有时候为了让声音好听点，台词必须清楚，并不会像真正大哭的时候那样声音沙哑、鼻音很重。因此，这些动漫中的妹子们哭也得哭得像仙女，一开口总有种我正在哭，赶快来安慰我的假哭感，个个都是绿茶。倒是在《紫罗兰永恒花园》里面的几个人是哭得挺真诚的，真正会有那种哭到哽咽、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就看你喜欢梦幻的还是真实的咯。而最让人脸红心跳的罐头音效，大概就要数呻吟声了。不要想歪哦，除了某些色色的时候，或是某些可能生理上有点缺陷、整天鬼叫的变态之外，战斗漫也很常出现呻吟声，例如说主角受伤啊、生病啊这类。这种音效问题通常不大。目前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呻吟声，大概也只有一户每次受伤的时候的情形。就你的呼吸也真是中气十足呢！昏迷的时候可以不要一直发出怪声吗？但问题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下的呻吟，如果不看画面的话，脑补出来的总是很迷。请听以下例子，大家来想象一下，这大概是什么样的画面？无论你刚刚想到什么，我来帮你总结，不堪入目。但是这里其实只是一个妹子被吸血鬼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对。虽然这里动画很明显是故意想让观众想歪的，每次叫我那么销魂干嘛啦？反正以后我听到不管谁发出的各种啊的奇怪声音，真的很难不想歪就是了。最后隐藏版的特殊罐头品种变胖的声音，没错，在动漫的世界中，不仅转换人格、身高不同，连身体外的一些乍看不怎么样的变化，也会让角色的声音发生巨大的改变。其中最大宗就是当某个角色吃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会从原本的小萝莉突然变成壮硕的萝莉。例如说《齐木楠雄》中胖了又瘦，瘦了又胖很多次的梦圆，在变胖之前声音是这样的。After， 重点是这种情形还不少见，这是对胖子有什么意见啊？瞧不起圆鼓鼓的妹子吗？大概只在性转后的土方幸免于难，大概是原本的声音就已经够壮硕了吧？真的有人变胖之后声音会立刻一起臃肿化吗？另外还有像是龅牙的啦、鼻歪眼斜的啦，声音也会各种妖魔鬼怪化。长得抱歉也不是人家想要的啊，为什么要这样？不过一人分饰多角的声优真的好强啊！那么你听过动漫里面最假的罐头音效是什么呢？个人心中的第一名当然还是夜一吃饭的那段，让我一个礼拜完全吃不了盖饭。那么喜欢这支影片的人不要忘记赏个赞，顺便履行你的订阅义务，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更多搞笑的夏洛特就在大夏后宫，目前我们的小主们有，非常感谢。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好多动漫的主角都还是好啊，这是吸血鬼吞咽会发出的声音吗？所以哭声也是最畅销的一款罐头音罐，是全世界的小孩都是天生戏精，大概也只有一户每次受伤的时候的情形。大概你的呼吸啊真是中气十足，你的呼吸啊真是你的呼吸啊真是中气十足呢，就你的呼吸啊真是中气。